什么鬼？三合汤被你做的这个味道，除了你也没有谁了。还要参加新化的食神大赛，你配吗？如果不是父亲的菜谱失踪，如果不是味觉的突然失调，怎么可能？出去！出去！出去！都出去！你神经病啊！哼！难道吴家就这样完了？第13次了，你如火候还是差3秒。家人们好，我是巡尾湖南的记者梅乐尔，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胡儿。记者同志，三文汤要文火煨够3个小时。3小时？这条街拆迁倒计时3分钟。拆迁？什么拆迁啊？又来了！你爹的菜谱早已卖给我们日料集团了。我爸绝不会。天哪，你居然有老年机！这都是老机器，这诺基亚能开机？你想吃什么？我什么都不吃，不过闻起来很香。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合汤？不吃东西进来干嘛？啊！你给我台旧手机干什么？不对，这怎么那么像我父亲那台？我明明放在家里，怎么会在你那儿？就是你父亲的手机，也不是你父亲的手机，不过拿着它有奇迹。你是谁啊？需要的时候我会来的。我眼花了？不会吧？味觉失调，眼睛也坏了？你要是真的在天有灵，你教我做一道能打脸的菜啊！像是穿着90年代的练功服吗？喂，老周，老周，老周，什么破玩意儿，又串线了？难道我的电话能通神仙？喂，你哪位啊？喂，老周，我呀，镇山。你贵姓？我姓。你姓武，今年35岁，你儿子今年4岁。你谁呀？开什么玩笑？我是你儿子呀，我是武奇峰。你是我儿子武奇峰？你没事别在这瞎叨叨啊！没事别在这认别人当老子。我真的是你儿子呀！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挂电话了。对了，你儿子屁股上、左屁股上有个黑痣，你老婆也就是我妈胸口上也有颗黑痣，你还老开玩笑说她胸怀大志。你再耍流氓，我过去揍你！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老婆的事儿？你老婆就是我妈，我当然知道啊。兔崽子，你要是再耍流氓，你信不信我会揍你？我也不知道，我是2025年给你打来的电话，至于为什么能给你打过来，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你儿子呀！对了，我待会儿会走进来，然后在门口摔倒了。你的锅里做的是雪花丸子。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爸，你还在吗？你怎么能打电话过来？2025年，这科技这么发达了吗？我也不知道。你的武术练得怎么样了？还有你的菜做得怎么样了？你别提了，武术、武馆都没了，菜谱也没了，我现在还患上了味觉失调症。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对了，爸，我过几天要参加新化食神大赛，我想做铲子拔蒸鸡，
可是这么简单的菜，你还需要我教？我锅里的雪花丸子要糊了。不是，我没有菜谱了。别扯犊子！切记，五花肉得用紫雀剑，东竹捶打200下。蒸笼必须用3年生毛竹，新毛竹有腥气，会破坏肉馅。对了，你那边今天几号？4月1号。你要小心许。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可是记者，你不知道吗？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查到1995年4月15日的档案被人篡改了。什么？护爪真的发了一点。这有东西。这红木纹路好像大熊山的野生楠木啊。蚕子八蒸鸡。你说什么？蚕子八蒸鸡。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满大街的人都会做这道菜。哎呀，不一样，你去问每个人，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这道菜味道不一样。真的？自从失去了我家的家传菜谱，就再也没有以前的味道了。你真的在复兴新化美食？眉山武术、新化山歌、傩戏都复兴了，成了非遗。这新化美食还差一点。爸说的没错，武学和厨艺都讲究气节。周总让我给你带句话：20年前你爹唬不住那丫头，现在你也……王叔，你当年不是死在……那晚我亲眼看见。喂，老爸，打了1天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你觉得王猛这个人怎么样？王猛，挺好的呀。小心王猛和许晨蝶。怎么了？我也说不出来，但是你小心点没坏处。齐风，能不能发一张你现在的照片给我看看？我想看看我未来的儿子长什么样。好嘞。老爸，你4月15号千万不要去眉山龙宫。为什么？因为你会死。我会死？怎么可能？你是说……是的，在你的1995年，也就是半个月后，我就是一个孤儿了。跟我说一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事故记录很模糊，就是说你为了救一个小女孩，然后死了。而且有个记者今天还告诉我，4月15号那天的事故记录被篡改了。4月15号，4月15号那天。对了，齐峰，我把那份文件埋到地窖里，你去看看，说不定对你有帮助。喂，齐峰，你到底是谁啊？这个手机是怎么回事？一个大男人胆子那么小。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乐奇。这台手机经过我们的改装，有超时空功能。你是第一个试用者。是人？超时空？试用者？你有病啊！乐奇只会坏了，不会生病。难道我真的出现幻觉了？哇！妹妹，尝尝我亲手做的杯子糕，红糖杯子糕，小心会烫嘴哦。谢谢阿婆。
是焦糖味儿。不要！不要！目标似乎有所警觉，要清楚吗？你刚才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4岁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场意外，意外之后那段神经记忆都消失了，但在接触到和那件事情有关的信息的时候，就会出现强烈的眩晕感。你什么你？爸爸呢？你爸爸呀，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女孩，你爸爸为了救她，就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啊？那是我父亲，他当年为了救一个小女孩，发生事故死了。对不起啊。对了，你今天约我过来，说找到了相关线索，是和昨天有关的吗？对，在我们家老家。昨天怎么没说？难道我要告诉你，是昨天晚上我和我爸刚通完电话，所以我昨天忘了。这地窖构造，好像我爸说的防空洞啊。1995年消防演练通知4月15号，全体弟子前往紫金山庄。事故当天，我爸不应该出现在梅山龙宫啊！想要这个叛徒活命，拿15密典来梅山龙宫换。他也配？就算他不配，你不想知道你父亲当年死亡之谜吗？你爸当年为了救这丫头，连儿子都顾不上，现在轮到你了。梅山第5式，飞黄蔽日。嘿嘿。周家父子早和日本人。你要是再过来，小心这丫头！你怎么过来了？好奇呗。你刚才差点吓死我。这有什么好吓人的？新化人有哪个不会武功的？像你家那种武功高强，自己却是个废材，这才罕见吧？皮下有处涉谷，他们在培育霉菌。用曲江源红茶水洗的，菌丝遇茶就会僵化。谁？应该是茶姑。茶姑是谁啊？一个神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神经病！这是日本白毒伞变异体，只有崖板会能遏制孢子扩散。我爸之前说过，梅山厨子要懂以毒攻毒。菌丝在溶解。哎，等等，液体析出地图纹路。把3联动的野生菌基因图谱搞到手，新化味道，我们的。那丫头，快恢复记忆！监控显示，梅勒尔走向了悬崖。
武馆弟子名牌，这里是我当年被推出去的地方。活下去，告诉小风师傅在。这是火灾当晚的监控视频。原来这是2代恩怨。我爸也拍到了同样的画面。这是拿来，不然，哼，没什么，只是我怕你接受不了。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我和我爸能通电话。你爸不是已经去世了吗？你干爹啊？不是，我亲爹，1995年的亲爹。哦，是美国的黑洞频率呢，还是韩国的信号啊？不是，这是真的。喂，爸。是你吗，儿子？哦，对。作息还挺做全套的，不错啊。旁边是谁啊？哎，一个神经病女的，过几天你会救的。不过依我看啊，不救也罢。你说什么呢？哎，对了，老爸，你看到消息提示了吗？可以传递物品。传一样东西给你试试。好。啊，收到没有？收到了，一张今天的湖南日报。这报纸保存的这么好，新的？难道？哎，对了，爸，我按照你说的蚕子八蒸鸡的配方做了一份一样的，可是就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把铲子8掰7块，按北斗位摆，水面反光最强处就是。喂，这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子说那是2025年的，这怎么可能？我是疯了吗？哎呀，峰峰又不听话，光脚跑出来了啊！我想妈妈。峰峰，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等峰峰长大以后呢，你就明白了。你期许的是坏阿姨，你不在的时候，她对我不好，你走了，她就骂我，她总是翻你的东西，还对别的叔叔笑。这孩子怎么什么都知道？峰峰，许阿姨是爸爸的好朋友，对你的怜悯心也是好的，以后不许说她坏话了啊！外面好像有人。这么晚了，怎么可能有人？密电拿到了吗？窦爷要的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武真山防得很严，就你的姿色，他对他那个死去的老婆忠心的很，我哪有那么容易啊？窦爷说了，事成之后，紫娟界梯田观景台归你管，那个地方有多肥，你知道。那武真山如果他不肯交呢？死更好。放心，我明白了。周爷，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当工具。把铲子8掰7块，按北斗位摆，水面反光最强处就是宝藏点。哎呀，爸，当年搞这么麻烦干嘛呀？哎，你看，这波纹好像老虎呲牙呀！等等，有东西在动。老大，你确定他们已到7号天区？我车上有错，我老爸说过，用错的话能够把生锈的锁孔给打开。蚕子八蒸鸡全景。1995年4月14日，备注：所有弟子赴紫金山庄集训。当天他们不可能出现在梅山龙宫。当年他们买好了车票，居然没有上车，想知道是为什么吗？放出消息说武家师傅在龙门失地。那王猛还留着，
他最近总偷看武家小子的手机。等找到15密点，把他和熏鸭一起烧了。看，无人机，周天豪那帮人到了。怪不得他们给我们打电话，知道我们的行动。引的就是周天豪那条哈巴狗。看，他们的人来了。目标在祭田中央，铁盒就是秘方。会不会挨打？我可是梅山武术传人，打人还不错了，还打？哎呀，一会儿让他们把这个抢走，待会儿再给你解释。挨打！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孬种，算我看错你了。你还笑？你老爸东西都被人抢走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准备食材，开工！我倒要看看你们武家的秘诀和别人有什么区别。没想到你又想偷爸爸的东西，我去告诉爸爸。小凤看错了，阿姨啊是在擦灰尘。我不信，你就是个坏女人。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塞进泡菜坛子。哼！小凤，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给你买了个大西瓜。小凤啊，把酱油打翻了。小凤，有没有受伤啊？爸爸，没吓坏吧？阿姨明天带你到紫雀界玩，看水车，好不好？小心王猛和许晨蝶。小凤，告诉爸爸，刚才发生什么了？许阿姨说谎，她在阁楼。这孩子吓坏了，胡说八道呢。阿山，你回来了，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家里还有事儿呢。好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一个人要忙饭店，又要忙武馆的事，真的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这都是我应该的。小芳，告诉爸爸，刚才发生什么了？爸爸不相信我，我说了许阿姨是坏女人，我不要许阿姨当我的后妈。小芳，上哪儿去学这些胡说八道的话？以后不准说许阿姨的坏话啊！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这么说。好孩子，许晨蝶，好你个蛇蝎心肠的你！许晨蝶，好你个蛇蝎心肠的女人！爸爸不要哭了，以后不说许阿姨了。好，小凤，和爸爸一起玩个游戏，好不好？好啊，小凤，好久都没跟爸爸玩游戏了。好，那以后答应爸爸，在许阿姨面前不要说她的坏话，她对你做的任何事情，私下告诉爸爸。小凤和爸爸一起找出许阿姨的坏心眼儿，好不好？保证完成任务。你怎么了？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很多之前没有的画面。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给爸爸打的电话起作用了，历史发生了偏移，所以我的脑海里才出现了很多之前没有的记忆。老板真的牛啊！这铲子挖蒸鸡一看就好吃，你们尝尝。难道真的这食谱这么厉害？哎，老板不要！我操！谁？追！
你好，杏花丽人美业，欢迎您。哎，齐风，小姐姐，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特色有洗剪吹、烫两拉、足疗养生、推背美容。好，明天来。好的。哎，对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做的很难吃？你还记得我们在武馆里找到的那张食谱吗？怎么了？那张食谱也是残子拔针机，因为时间太长了，那张纸损坏了不少部分，所以配方残缺。配方残缺也不至于。唉，继续，配方残缺也不至于吧？我就试着加了几味调料。增加几味调料，那也不至于啊。你还记得我有味觉失调症吗？然后呢？我就差点要了他的命，然后呢，他就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有那么好笑吗？你说呢？再过几天就是新化食神大赛。你这小子怎么总纠结这场比赛呢？以你练武的资质，好好练武不行啊？我们家传是15双全，我爸爸被誉为新化的希望。可惜他英年早逝，我想继承他的一切，却得了厨师的绝症——味觉失调。味觉失调很难治吗？这味觉失调也不是不治之症。我跟你说，作为一个厨师，味觉失调，他能做出什么好菜来？可我记得3年前，齐风不是参加了新化美食大赛，当时还没有任何问题啊。当年比赛的第一是朴哥，第2是齐风。以他的资质，定能将新化的美食名扬天下。那个朴哥拿了第1以后，就退出了江湖，过他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本来去年的比赛，齐风可以拿到第1名，在比赛过程中呢，他出了意外，得了什么味觉失调，这个第1就让周天豪给拿走了。一场比赛的失利也无所谓啊，不是我说你齐风，功利心太重了。不是功利心重，而是那个周天豪是所谓的日系料理传人，他做的那个雪花丸子明明就是新化的美食，可是他偏偏说这是日本传承。这次比赛如果他再拿个第1，我们的雪花丸子就要成日本菜了。难道就没有人能打败周天豪吗？除了齐风？你说这几道菜，新化人人人都会做，真正的传人能有几个？齐风是其中一个，天豪呢也算是，但是齐风没有拿到5家全部的传承，只有得了个味觉失调，所以呢天赋也用不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老天爷，你就是要和我过不去是吗？从那时候起，齐风就一蹶不振了。下毒的肯定是周天豪啊！你们不报警吗？能有什么证据？其实最近齐风的状态已经好很多了，只是这做菜吧……哎，我们就在这里吃吧。听说美食大赛得奖了。千万别，这家难吃的很。走吧。该死的武器风，居然耍我！没用的东西，被人耍了又怎么样？你只要想办法把食物秘典搞到手，未来依旧是你的。至于武器风，一个废人，完全不用担心。想的那么容易？当年我父亲在你的指挥下，不是也用尽全力，也没搞到15秘典，最终搭上了几条人命，把许晨蝶也送了进去，最终也搞不定嘛。当年你父亲太过自负，太张扬，所以完不成使命，无法替我们帝国出力。你不同，年轻有学历，你只要将你父亲留给你的
性格上不好的东西放掉，我们就一定能完成使命。关键是五指山的习武秘典哪里那么吸引你？新华的美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尤其是在做法上，所有人都会做，只是做出来的味道差那么一点点，其实也是工序上差那么一点点。就像是你做的水车动物，虽然加入了深海鱼胶，也加入了高级调料，可是做出来的味道不如当年我吃的水车动物。关键是那鱼洞清澈的像玻璃，可是你做出来的是浑浊。如果用工业原料做，虽然品质上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味道……你说的情况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只要有胶质，它就不可能是透明的。只有你吃到才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道菜带回大日本帝国，让帝国的子民都吃到这道菜。让你安排的事情安排好了没有？最近的事情有点小麻烦。当年的那小姑娘梅乐儿，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武七风的身边。我不是让你安排王猛的妹妹王雪晴去接触武七风吗？再说武七风他也看不上王雪晴。看不上归看不上，真不会耍点手段吗？对了，这个王猛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用苦肉计让王猛回到了武七风的身边，但是那个王猛似乎有点不听话呀。他当年的把柄在我们的手上，用啊，不怕他不听话。你这么晚上化妆又去哪里？你管我？我不是让你和周天豪走的不要那么近吗？不用你管，你不是也一直在给周家做狗？你什么你？靠你，我这辈子都没希望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不知道当年的事情。当年什么事？你不用说，你做不了的事情，我会做好的。哼。师傅，我对不起你。风哥哥，有什么事情说吧。不要拒人千里之外嘛，人家喜欢你。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不喜欢，而且我不喜欢有秘密的人。他发现了天豪的事情，你哥哥没死，为什么你从来没说过？他也是这2天才来找我。我们家可是把他当死人供了20多年了。再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之间没有联系。最近我很忙，没什么事就别来找我。我不会打扰你的，就让我陪在身边不好吗？你会有那么好心？风哥哥，这个女的是谁啊？一个故人的妹妹。你是谁？很明显啊，他女朋友。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青梅竹马，4岁就认识了。我大学毕业回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我有什么不好？你就看不上我，武吉风不会让你好看的。天豪哥哥，没用的家伙，让你去勾引武七风，不是让你和他去谈恋爱。我不是在努力吗？再过几天就是新花的美食大赛了，如果还完不成任务，就别在我身边了。如果完成任务呢？完成任务再说。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我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帮你这么大忙，你打算怎么谢我呀？说吧，你的条件。一会儿要跟你一起和你爸爸通话。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就这点小事，还是我先帮的你，你还要提条件？小气的男人，说吧，本小姐大气的很。我想知道你4岁的事情。你为什么想知道我4岁的事情啊？因为我怀疑你就是我爸爸救的那个小女孩。你为什么这么怀疑？因为有她。长治的人很多啊。时间、地点、长黑痣、失去记忆，你不觉得事情都太巧合了吗？可是我不记得当时的事情了呀。你不是说一旦遇到相似的事情，你就会发生眩晕感？
我们试试。好吧，那就先从杯子糕开始。原来你早有预谋啊！来。杯子糕是我们新化的特产，你试试这个，更好吃。你就饶了我吧，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你试试，你尝尝。这味道，小朋友，想不想吃杯子糕呀？拿着吧。妈妈不让我乱吃别人家的东西。阿姨不是坏人，阿姨是你妈妈的好朋友。来，交出15米点，我就放过这小姑娘。你这个卑鄙小人！这是我们新化的传承，我怎么可能把这个秘典给你这个日本人？新化的美食太有特点了，美山无数，千年传承，新化人不配拥有，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才配。王莽，你这个逆徒，你怎么能做这种事？藤原先生给了我一笔钱，他说让我去日本留学，我待在这新化有什么意义？不就是吗？你这个逆徒！乐儿，乐儿，你没事吧？喂，醒醒啊，乐儿，乐儿，怎么回事？她可能就是我父亲当年救的那个女孩子，但是失去了记忆。他说吃了杯子糕能想起一点，但是人会晕。我们两个就……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的事儿。茶锅，你看他一个神经病，他能干什么呀？他是茶锅，你还不知道？七，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新化红茶做成的一种药丸，有奇效。乐儿，你没事吧？是王猛和许晨爹。可是，我父亲为什么会舍命救你啊？我也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你爸。可是那时候他爸为了救你……好了，天色已经晚了，我还要送茶锅回山上。你们俩呀，就别瞎闹了，指定又整出什么事儿来。走吧。没想到，当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可我当时才4岁，什么事情都记不清，而且他们说了很多话，我也听不懂。对了，当年那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我知道，我也想阻止那件事情，可是按照当年的事故记录，我父亲那个时候应该带着弟子前往紫金山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会儿你爸打电话问我们，我们问问他。问个屁呀！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件事呢，你问他，他怎么会知道？爸，那个许晨蝶果然有阴谋。我是疯了吗？我竟然相信这个手机能通往未来，而且我还相信他所说的话。如果他真的是武奇峰，如果他是骗子的话，那他骗我的目的是什么？爸，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武奇峰，但我希望你能证明你是武奇峰。爸，我给你传个东西，你拿东西以后，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还你有病啊！借我手机！我明天再给你买一个。爸，你打开这个手机，就可以看到里面一个相册，里面有我从小到大的照片。爸，你现在总能相信了吧？爸10天后我就死了。是的。孩子，你是怎么找到的？
多亏了燕七爷，还有邻居们。哎呀，好了，别说这些了吧，我们只有3分钟。那个许晨蝶果然有阴谋。那个许晨蝶果然有阴谋。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偷走咱们家的15秘典，然后去巴结日本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15秘典，15秘典只是个传说。眉山武术博大精深，现在已经失传了，我正在发掘整理。至于兴化美食，其实大家都会做，都差不多，只是有不同的调味和方法而已。没有？那他们？江湖传言。那王猛呢？王猛这孩子，我和他接触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不一样的。可是那天是他把……什么？算了，事情应该还没有发生。对了，你不是要参加兴化美食大赛吗？准备的怎么样了？估计没什么希望了。为什么？我中了朱家的毒，患上了味觉失调症，找了许多的医生，怎么也解不了。你怎么不去找茶姑啊？找过了，他也没有办法。怎么可能？茶姑可是在解药方面是天才。得了吧，还天才？他就一神经病。不对啊，老爸，茶姑才22岁，按理说你不可能认识他、知道他呀。你胡说什么？茶姑今年45岁了，再过20年都快70了吧？快70了？不会吧？难道天神童姥？不是吧，爸？你也看《天龙八部》啊？这个茶姑今年才22岁，从她出生起我就见过她了。那个死丫头不可能是老妖精。那到底怎么回事？那我等会儿去问问茶姑。哎，对了，老爸，我想问你一下，咱们家和梅家还有梅乐有什么关系呢？喂，儿子，这什么情况？电话挂了。那你再打过去啊。每天只有3分钟时间，想要再通话，得明天了。没用。你说说，你这通电话起到什么作用了？你什么你？送回家。你怎么会？我怎么会？昨天晚上我来找你，你直接拉着我就睡觉了。你放屁！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我怎么知道？你这是提上裤子准备不认人了吗？几点了？起床没？你要是不承认，我就告你强奸。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重要吗？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放心，我也看不上你。只要你把15秘典交给天豪哥哥，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怎么回事？起床了没？不要闯进来了。看着办，反正现在我还多了一个证人。武奇峰，你太过分了！武奇峰，你太过分了！不是，你听我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捉奸捉双好吗？你考虑一下吧，我等你1天。如果1天内没有任何答复，你知道我会怎么做。乐儿，你听我解释。你笑什么？我还不相信你吗？昨天晚上我就看出你是什么态度了。那你还……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能上当吗？我问你，你有15秘典吗？没有。那如果你没有15秘典，他们能上当吗？他们不会相信我。如果是我逼你的？啊，那你这么早过来干什么呀？今年食神大赛的赛题出来了。是什么？今年赞助方还是藤原界，所以他要求的是日料和兴化美食传统之战。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得要复兴兴化传统美食，用兴化美食去对抗日料。如果他们的目标就这么简单就好了。如果你输了，就是兴化的公敌了。
这是藤原剑的圈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藤原剑一定会让周天豪用新华美食的部分内容夹杂在所谓的日系料理。如果这次你输了，他们定拿这次比赛的一部分内容向相关部门证实，这就是说新华美食就成为日本的，他们就有理由申遗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计划输了，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就要送给别人了。他就是新华人的公敌呀。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不参加呀？你说呢？你怎么来了？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当年我被周天豪所抓，其实是他们设计的苦肉计。这个我知道，当年就是你差点把乐儿推下山。对，我妹妹也是周天豪派过来的。所以你过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再次骗取我们的信任吧？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人会相信我，可是这20多年我过得也不好。当年他们确实把我送到日本，你们知道我在日本过的是什么日子吗？这些只有我自己心里更加的清楚。而且这么多年，我还一直背负着欺师灭门的心理压抑。说这些干什么？没用。有没有用已经不重要了。我知道我再也活不了多久，但有些话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走了。还有一句话，你的味觉失调是周天豪和藤原剑共同设计的，他们使用的毒药，当年在你父亲身上也同样用过。那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走了。还有一句话，你的味觉失调是周天豪和藤原剑共同设计的，他们使用的毒药，当年在你父亲身上也同样用过。你父亲当年也是被他们害的？我当年才4岁，我哪知道？哎，姐，你听说过吗？这个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真没听说过。这就意味着你父亲能解这个毒。解毒？你又来这里做什么？我昨天不是和你学过茶吗？你就这个态度？你是我徒弟，我就事事帮你。你不是我徒弟，我们呀就是个陌生人，我为什么要帮你呀？茶姑，我说的这个事情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事关新话。嗨，你说出话来了你。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说出来，这是事关新话的重要事情。我有什么可以接受不了的？你还记得我上次中毒的事情吗？我不是帮你解过毒了吗？同样一个人，也中了同样的毒。那谁中了毒？是我的儿子吴奇峰。4岁就中毒了？哎，他能说得出来吗？不是那个儿子，而是2025年的他。你的意思，你能带我穿越时空去解毒啊？有这个可能性。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哼，还是一个未来的电话，荒唐搞笑。你不信就算了，茶姑，你看。好，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如果今天晚上你说的没错，和他们说的没错，能够对得上，我呀就把买解药和治疗方法的位置告诉他们，否则，哼，没人能知道。电话来了，喂，儿子，是你吧？对，还有七叶和梅乐。乐儿？哪个乐儿？梅乐儿。啊，梅山那个丫头是不是？应该是吧。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哎呀，爸，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哎，对了，爸，你当年为什么会去救乐儿啊？救梅乐儿？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乐儿是我好兄弟的女儿。当年参加抗险救灾，为了我牺牲了，所以我一直都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难怪，所以我印象里一直有个妹妹，但是长大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印象了。演，继续演，不知道演这出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你吗，茶姑？你是老七？你怎么也跟着那些晚辈骗我玩啊？不是这样的。当年我醉心梅山武术，我忽略了你。但是你说什么？咱们昨天下午不是才见过吗？不对，
你从来不会这么说话的。你昨天见的那个人是30年前的那个傻子，那个傻子30年前把你给丢弃了。我可后悔了，我后悔都来不及了。茶姑，到底发生了什么呀？你到底在哪儿啊？发生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哎呀，七，你先别激动，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你先解决我的吧。喂，爸，当年你也中毒了？是，我当年中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我试了所有的药物都没有效果，而且还有经常出现小指麻痹的感觉。哎，对，就是这个感觉。你后来怎么解的毒啊？是的，我当年中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我试了所有的药物都没有效果，而且还有经常出现小指麻痹的感觉。哎，对，就是这个感觉。你后来怎么解的毒啊？我去找茶姑拿的解药。茶姑？我找过她了，她也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你胡说什么呀？你从来没找过我啊！齐风说的是你徒弟，人家现在才22岁。我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徒弟？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我觉得茶姑一定是你徒弟。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两个一样神经病。哎呀，好了，别吵了，你们也不看看时间，还剩不到半分钟。对，来不及了，你快说说怎么解决啊？哼，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样？茶姑，我求求你了，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要是出了问题，我们谁都对不起谁。哎呀，快！你告诉小茶姑，杜鹃提血染云霞，映日方从隐碧崖，莫道子规空有恨，金珠尽在杜鹃家。哎，齐风，这电话怎么就断了？我还要跟茶姑说话呢。我让你早点说，你不说，净耽误事儿。谁知道你到底是骗我还是没骗我呀？你杜鹃啼血染云霞，映日方从隐碧崖，莫道子规空有恨，金珠尽在杜鹃家。这几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鬼才知道，不过茶姑应该知道。哎呀，茶姑她说的，她当然知道了，你这不废话吗？我说的是新茶姑。茶姑，你明天再来吧。不过我不知道明天我老爸会不会叫茶姑来。茶姑，杜鹃找到没有？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师门的秘密？我哪知道你师门的秘密啊？你昨天那首诗是一个诗谜，如果不是师门的人，怎么可能会知道？连我都不知道。哎呀，很多事情我跟你解释不清啊，你只要告诉我你找到了没有。这涉及我师门的秘密，你不跟我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讲的。哎，你看吧，果然是一个师门的，都一样神经病。还真是，跟他师傅一样样的。你们说的是谁？还能是谁？当然是你师傅了。我师傅都失踪多少年了，你们怎么可能见过他？我们确实没有见过他，但我和他们通过电话，那首诗也是他告诉我们的。电话多少？我们是通过别人的电话联系上的。当时你师傅还特意交代了，让我们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你。我不相信。你要是不信的话，下次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向你师傅请示一下，如果他同意了，那么下次就安排你们电话。这倒像是我师傅说的话。好吧，我给你支粮。这你就相信了？我师傅在信里说起过你的事儿。你都知道了，你还这么搞我们？我不是想知道我师傅的消息吗？来吧，开始吧。你有把握吗？试试不就知道了。神奇的人类不通过我们，居然也能传递东西，还能治病。你有把握吗？试试不就知道了。什么玩意儿？试试？反正又不是我。你那个后果是什么？反正你已经味觉失调了，还能怎么办？说，到底还有什么副作用？我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子，就知道肯定还有别的东西。最多就是哑了。什么？就是哑巴啦。我不治了。啊，等，我觉得老茶姑既然有办法，应该是能够解决的。治的是我，你们当然不着急了。哑了我要你好吧？啊，七，快来帮我按住他，让茶姑给他治。你们跑过来也不带着我，快帮我按住他，让茶姑治。是茶姑的秘方吗？不是我的。我也没说是你。来这儿。不是，你们也太过分了。
好了吗？我哪知道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哑了！哑了！不可能的，这是用曲江源牵牛红茶树配合当地菌丝，还有我师傅配的秘方，怎么可能？就是，茶姑这辈子就没有输过。这不就是哑了吗？不会。啊！好你个吴奇峰，竟然敢骗我们！谁让你们不顾我的感受，非得按着我治？那你好了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刚刚在治疗的时候，我的嘴巴里边有很多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试试。焦糖味的，不过做的有点不太好，有点甜了。恢复了？应该是啊，还得是茶姑啊。说的不是你，你嘚瑟个什么劲儿啊？你要是能治，我们早就好了，用得着这么麻烦吗？你竟然敢得罪我！你是不想要你父亲的信了是吗？我父亲还有信啊？有茶姑的信吗？哎呀，你先别着急，你还活在1995年呢，那个时候你和茶姑还没闹掰呢，他信不信你还另说呢。你信给我。我谁？谁？你怎么来了？如果我说我是过来保护你的，你相信吗？你觉得我会信吗？怎么，刚刚我们的谈话你也都听到了，是不是又要回去跟你主子报告了？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说的。我只是为了告诉你一句话，小心我的妹妹王雪琴。哈？你会有这么好心？我说什么也没有用。喂，是我，你考虑好了吗？什么考虑好了？你到底是要交出15密典，还是我把你的丑事说出去？你敢？明晚7点，天颂茶楼，我在这里等你。如果今晚7点没有见到你，就别怪我公开咱们俩的事。你谁啊？王雪琴，她要我今天把15密典交出去。那你爸信不要了？你爱给不给？那你既然敢这么干，就不怕他把信给撕了？他哪敢？怂包！齐风无儿这么给你写信，我还觉得很奇怪。我给你一个菜单，你去比赛的时候就用我给你的菜单：三合汤、雪花丸子、铲子八蒸鸡、水车冻鱼、渠山园、红茶腊鸭、鸭子粑粑、梅山碟子菜，用心去体验，到民间去寻找真谛。我相信你能做出最传统的鲜花美食。你爸信上说什么了？你怎么还哭了呀？没什么，只是说那些做菜的事情。这上面好多菜我都吃过，也没什么特别的呀。好多我都会做，要怎么才能做出特色来啊？其实我也不太懂。其实我大概明白你爸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您知道，当年我和你爸醉心于梅山武术，7里8里的去寻找梅山武术的真谛和技法。他那年早逝，我一定要坚持去寻找，有些东西重在细节。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梅山武术的技法，传统美食也是一样，断断续续，一天比一天去寻找新鲜，这样就能恢复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美食文化呀。我大致也明白了。我父亲和我第2次通话的时候，提到了雪花丸子，山猪内3肥7瘦，不能用剁的，得用紫雀界冬竹打锤打出来，而蒸笼必须得用3年生毛竹，新竹有清气，会坏肉鲜，而三合汤文火不少于3个小时。这么麻烦？只有麻烦才会有奇效。所有的鲜花传统美食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元素，全都是民间的细节，所以才会与众不同。所以
我们要一起去寻找冥界的秘方。大哥，你知道哪里可以学正宗的水车冻鱼吗？哦，这个呀，你就去老子穴饭店那里，那里的水车冻鱼啊，简直是一绝。那为什么叫水车冻鱼啊？好，你往前面走一走就知道了。好，行，谢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水车冻鱼了，这也太好看了吧！哎，走了。什么？你们要学水车冻鱼？我知道，学人家不传之秘确实有点过分了。但是我们要参加新画美食大赛，如果不出奇招的话，可能就会……嗨，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要学，我马上就教。其实啊，也没有什么秘密。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呀，可为什么做出来的和你平时吃的不一样呢？水、鱼香料，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为什么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呢？怎么回事啊？怎么打不通啊？怎么，戏演不成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手机也不灵啊？齐风，快别打了。为什么呀？我还要跟茶姑通电话呢。两边都在打，当然打不通啊。哦，哎，茶姑，是茶姑吗？七爷，把电话给齐风。茶姑在不在？茶姑在不在呀？你等一下，我给他。说吧，老七，你玩什么花样？我是。有什么话就说，别再演戏了。我没时间跟你解释，我是你认识的老七，我不是你认识的老七，我是……哎呀，喂，茶姑，和你通电话的，现在是30年以后的七爷。那个七爷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以前的那个七爷是个傻子，然后醉心于武术，没有心思在你身上。他想让你别在意，他不是不喜欢你，只是那个七爷是个傻子。你才是傻子呢！喂，师傅，你是谁？是我呀，师傅。不对，不是，你们都是疯子吧？我是你10年后收的徒弟啊，只是现在我还没出生呢。师傅，你说千万不要不理我了。哎，不知所云呢。快把电话给齐风。你爹找你。齐风，他们废话太多了。喂，爸，没时间了。你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也不靠谱啊。什么意思啊？我去看了水车冻鱼的做法，也没什么特别的呀。一定有，只是你没找到。哎，爸，真的没有什么食物秘典吗？其实根本就没有。门前有只小鸭子。门前有只小鸭子。好，那以后答应爸爸，在许阿姨面前不要说她的坏话。她对你做的任何事情，私下告诉爸爸。小风和爸爸一起找出许阿姨的坏心眼儿，好不好？保证完成任务。那小风和爸爸约定一个暗号：门前有只小鸭子。门前有只小鸭子。15秘籍啊，有食物秘典。对，有食物秘典啊。
刚好最近需要15密点。哎，爸，刚好你随便写一本，就放在茶姑平时放东西的地方。你放心，我会处理好。好，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15密点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山人自有妙计。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会儿得好好收拾你。确认他打电话了，对方是什么人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武镇山在电话里确认过了，确实有15密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到时候还是拿不到15密点，就把武镇山干掉。我们就是拿不全，也要让他们的秘诀失传。我们掌握的内容就是最多的。大日本帝国的东西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会儿我把许纯迪拦住，你去把东西埋下去，把这2封信帮我一起放在里面。这是2封都埋啊？一封是给我徒弟的，一封是给老七的。你相信了？你真当我是傻子？哎，茶姑，下次不要打我的头了，到时候打傻子。不打也是傻。哼。为什么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狐狸精！认错人了吧？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你！你再胡说八道，我可要报警了！哼，你居然勾引我七哥！谁？言七！谁呀？我都不认识。真的不认识？我要是认识，我就是王八蛋！给我等着！谁得罪你了呀，祖宗？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跑腿的了？是你自己说的呀。你们茶山的秘密不让我们知道，东西的埋藏地点也不让我们知道，不然我们自己就去拿了，谁还用得着你啊？哎，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怎么又跑出一本15秘籍了？哎，有我的信吗？有，你的茶姑给你来信了。茶姑的信。哈哈。呀，来得挺准时的嘛。你都约好时间了，我们怎么能不准时呢？考虑好了没有？到底是给我15密点，还是公开我们的事情？你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我被人卖了我还不知道呢。你们2个不用在这儿演戏，给个痛快话。哎呀，乐儿，我就问你一句话，到底是我重要，还那什么破15密点重要？这是2码事儿。对于你来说是2码事儿，可对我来说就是一回事。我就知道，如果你把东西给他，他就会把你那些损失说出去，我们就不能在一起。我好歹可是知名记者，我不能让我的名声有损。我就想要一个结果，在家里面不是说好的吗？你犹豫了，在你心里我果然不是最重要的。哎，乐儿，你听我说，你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你的废话太多了，我不想听，你好自为之吧。哎，别走。哎，乐儿，你听我说，你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你的废话太多了，我不想听，好自为之吧，我先走了。哎，你别走。决定好了？我。滚！拿着东西赶紧滚！那我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没想到啊，你演技这么好。我也没想到啊，你演技也这么好。不过你和你爸坚持了这么久，怎么还把秘籍给他们呢？谁说我把15密点给他们了？啊，那王雪琴刚刚拿走了什么？
情况怎么样？你觉得呢？哪儿那么多废话？成不成直接说。哎，你还真有一套，你哥许晨蝶都做不到的事情，居然你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不就是跟你在一起吗？我去跟藤原健先生说一声，如果没问题，我马上跟家里说。那今晚开酒店。这本密典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世界上本来就没有15密典，但是既然他们想要，昨天晚上我就让我爸做了一本假的15密典，然后埋在土里。按理来说，今天早上茶姑挖到的就是30年前的，他们就算是想查，也查不出来什么。可是你还把密典给他们了，还怎么样？到底怎么做，连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你和你爸一样的鬼啊！都说了是父子俩，唉，你叹什么气啊？再过7、8天，我父亲就……这不是还有7、8天的时间吗？可是那一天，我们依然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对我爸来说，也是未来式，他没有经历过；对我们来说，虽然是过去式，可是你没有经历过。虽然你现在是一个执行者，可是一个4岁孩子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究竟该怎么去破解呢？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上苍给了你一部可以和过去通话的手机，那么一定是让你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几天后要开始的新化美食大赛，如何在里面取得冠军？你还有2道菜完全没有思路呢。这2道菜，一道是曲江园红茶辣鸭，一道是碟子菜。辣鸭我倒是知道，可是曲江园红茶辣鸭，我找遍了所有的典籍，也问了好多人，可是就是做不出来。没关系，你和你爸还有通话的机会，一定可以找到线索的。藤原先生，这本密典，按照这本密典的时间来看，应该是老东西，不是武奇峰刚做的，内容上也没有问题。我不敢确定，要试做几个菜才知道。因为你父亲和武镇山过几天有一场比试，当年你父亲可是败在武镇山的手上，让我们丢进了城，也让我们失去了50道金身。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更不可能去改变历史啊！谁说不能改变？据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科学家监测，我们新化这个地方出现了波源信号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把相关的资料传送过去，我们就有能够改变历史的可能性。这未免有点太天方夜谭了吧？我们相关的测试已经开始了，但是如何能够让对方意识到这一点，主动接触，这一点是最难的。往未来容易，往历史难。但愿吧。现在怎么办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曲江园红茶辣鸭的做法，到时候怎么办呀？那少一道菜应该没问题吧？我们可能就得靠这道菜才能赢了他们，因为只有这道菜，他们完全没有菜谱。但我们也拿不到啊！我晚上问问我爸，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喂，爸，怎么了？成功了没有？应该是成了80%了吧。反正戏是演完了，东西也给出去了。但是我相信，藤原健应该会尝试这道菜，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糊弄他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今天可以好好说话了吧？老伙计，就那么烦我啊？不是那个意思。哎呀，七爷爷，我求你了，我只有3分钟每天。那好吧。哎，老爸，别叫老爸，我还没那么老。哎，爸，我找遍了所有的线索，怎么找也找不到曲江园红茶辣鸭的线索。我没做过这个菜，但是我知道摩尔茶传承人的独家秘诀。那你不去找他？他之前在镇上的茶厂上班，后来他就消失不见了。听说他进山包茶园去了。好吧，那我想想办法。哎，对了，老爸，哎呀，爸，你是不是过2天还要和周天豪的父亲有一场比试？周天豪？周祖生。啊，对。
我记忆中是你胜了，但好像受伤了。我记忆中是你胜了，但好像受伤了。对，和周祖生比武，确实有这么件事情。不过周祖生需要日本人的赞助，他学习了日本武术。你放心，这只不过是场正常比赛，不用担心。我记得那场比赛，你上半场是占优势的，后半场的时候，那个日本人拿出了一个像电视一样的东西，看了以后啊，那周祖生似乎知道你所有的招式。虽然后来你险胜了周祖生，但是那一次你也受了伤啊。我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梅勒尔的记忆中，您似乎武功并不高，后来还跌落山崖了。齐风，你开玩笑吧？周祖生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事实就是事实啊！小电视，你在那儿叽叽喳喳说什么呢？小电视，你们觉得熟悉吗？似乎好像……您看看这个，你再好好想想。藤原先生，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让您知道他的招数，你的把握有多少？他虽然用的是梅山武术，但有的招数我也似乎见过，似乎了解，又完全不懂。除非我知道他的招数，有70%的把握。我知道了，他拿的是智能手机。不对呀，1995年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天下。为什么不可能？就像是你明明看到了所有的事实，但是你就是不肯相信它是智能手机，因为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可能有智能手机。但是我们现在用手机跟我爸爸联络，那他们用手机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知道了，有可能是藤原健儿子用手机作弊，他把所有你爸会的招式提前给了他，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后来我搜集到的梅山武术的招式，我也没法传给你爸呀。不，我可以传递一本书大小的东西过去。我们可以把您后来收集到的所有招式都传递给我爸爸。没有用的，就2天的时间，那些资料他能消化得了？没必要。那我就要眼睁睁看着我父亲受伤吗？如果连这场比赛受伤都无法解决，那最后怎么可能去救我爸爸，去改变历史？算了，儿子，命就是命。如果说是注定的，我也很感谢这半个月时间能和你通话，而且我也把秘方里的很多方法传给了你。爸爸和你心满意足了。我不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一定可以逆天改命，我一定可以救你的。你鬼鬼祟祟的来干什么？怎么是你啊？你过来干什么呀？我知道可以通过紫雀节梯田传递武术秘诀，而且是直接意识传递。我知道了，您这些年收集到的所有梅山武术秘籍，我都学会了。只要这2天你再传递我一些新的记忆，我就可以给我爸爸传递了。不过，一旦发生危险，导致2人成为植物人，不要，启风，听爸爸的话。如果你出了意外的话，就……启风，你想好了吗？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你错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古奇风，你是又把我当邮递员了是吗？哎，大小姐，我又怎么惹你了？一大早就冲进来发脾气。你的信，你怎么知道我有信？我们苗家自有苗家传递信息的方式。那谢谢你了。听说你还要给你父亲传功，你做功夫烂过做菜，你父亲可是当年的梅山武术传奇呢。大小姐，这就不用你关心了，我自有办法。哼，懒得理你。懒得理你。小风，谢谢你，可是爸爸还是不能接受你替我传功。如果发生意外，我宁可选择我去死。我很感谢我们相处的4年和现在的15天。其实，上天对我已经很公平了，咱们千万不要再去冒险。小风，谢谢你。马布。
姓严的，你不是个东西！茶果，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问你，你愿不愿意娶我？你来一个眉山武术耀阵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你那个七哥，不是我。什么你那个七哥？还不是你？好，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还小吗？小个屁！以我们新化的规矩啊，以我们这个年龄，我们都该抱孙子了。好。如果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我让你骂个够，好不好？七爷，快让小峰接电话。小峰呢？小峰不在。小峰不在？他去哪儿了？小峰如果在，就不能给他传功了。但是他走的时候，让我给你留个信儿，明天在那个鹊桥界梯田等你，记住手机提醒，6点钟啊。这小子，我可以理解他的这份心，他从小就没得到家的温暖，4岁就没了娘，你又不在身边，多可怜。人不能逆天啊，七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只是……七爷，人不能逆天，你告诉他不要这么做。明天早上，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如果出现任何意外，宁可不让他成功，也不能让小峰受到一点伤害。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照顾好他的。你一个人在那边不对，那我去哪儿了？我哪知道你去哪儿了？这几天你告诉我要去山里学什么新招式，我已经好几天没有见过你了。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难怪那天会出事情，我是回来看你比赛的，后来我又去研究武术去了，就是因为这事情把茶姑也给得罪了。齐峰，你没事吧？小峰，你没事吧？小峰，几点了？1点半了。乐儿，你带化妆品了吗？带了。你想干什么？帮我化个妆。我现在的状态太差了，我们加团一块给我爸拍个照，给他发过去，免得他担心。这孩子真是用心了。爸，是你吗？风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别骗我了，我都已经感受到了。你感觉错了，我等一下就去拍一张照片给你。你放心，我真没事儿。好，来。风儿，照片上的女孩是乐儿吗？是。你们是？乐儿现在是我的女朋友。好，我们风儿有女朋友了。可惜爸爸以后再也见不到了。爸，我一定会救你的。风儿，不对啊，时间还没到。乐儿，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时间没到啊。难道？
我的电话怎么突然打不了了？你的话费余额不足了。我去充值。这种电话你充不起，而且在这个时代也充不了。你只是一个试用者。那我该怎么办？我哪里知道？我只知道不出意外的话，你这台电话是通不了电话了。周桑，准备的怎么样？我怕还没比就怕了，谈什么武士道精神？凭什么让我来支持你？可是实力摆在那里，我知道武镇山的实力。放心大吧，我有办法让你胜出。你用得着这么认真吗？就那个姓周的，你还用准备？就1-2个手指头就把他给搞定了。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呀，是太小心了。你要是上点心，老婆就不会失踪。这2天所有的事儿，你就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了。联璧，第一局预备，开始。嘿，嘿，嘿，停，知道。哎呀，来喝点水。那个不是小电视吗？果然和小峰说的一样，多亏小峰提前提醒我了。你什么表情啊？运动员上场。第2局，预备，开始。怎么会这样？这个周祖生怎么会知道我和正山新研究的拳法？怎么会这样？这个周祖生怎么会知道我和正山新研究的拳法？哎，怎么正山一点都不担心啊？这是什么拳法？我怎么没有见过呀？但是一定是来自梅山武术的传人。难道这个小子私藏？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他！不可能，这怎么和我了解到的拳法完全不一样？难道？停 ，stop， bug！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背着我搞了这么多花样啊！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可能会？你要是不到处乱跑，你也学不会。谁让你到处乱跑呢？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不然我跟你没完，还说什么跟我学的？真的不关我的事。你给我看的那些拳谱，我还能理解，可后面他的拳法，我根本没见过。真是白花了帝国的钱，一点用都没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的。你个臭婊子，让你盯着吴镇山，吴镇山你说没问题，为什么吴镇山会那么多功夫，而你却不知道？他早就开始怀疑我了，所以不要讲那么多理由。帝国为你花了那么多钱，再搞不定，我拿你试问。那下一步我要做什么？这个吴镇山成长得越来越快了，由不得他了。这2天你抓紧时间，争取把15秘典搞到手。如果实在搞不到，那可是犯法的。你做的坏事还少吗？听我的安排，不然有你好看。这怎么可能啊？你说呢？要不你打个电话，让我和未来的我通个电话。我昨晚就打电话了，一直打不通，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不会在骗我吧？你自己去问茶姑。我不敢。知道自己理亏了。你别给我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啊？你别这样好不好？如果你再不抓紧时间，如何去面对接下来的新化美食大赛？我现在哪有心情？还有3天，就是4月15号了。
可是我和老爸突然失联了，现在依然没有人知道那天早上到底发生什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买了去紫金山庄的火车票，而我爸却没有上车？你再担心也没有用啊！如果你在接下来的新化美食大赛当中拿不到冠军，我们可就是整个新化的罪人了。乐儿，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现在，你让我安静一下，我争取把心情放松下来。好吧。怎么会是这样？明明我们已经掌握上风了，可是吴镇山怎么会？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什么方法和过去联络上。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技术想办法跟过去沟通。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办法。怎么可能？你们这些弱者，你们华夏的技术怎么可能和我们大日本帝国相比？你知道我们这种传输技术价值多少？不论是技术能力和金钱，这都是华夏不可能达到的。不然没有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怎么可能？明显武镇山他有了准备。我觉得你让许山蝶再想办法盯紧一点，也许他们真的有办法呢。这个我会安排的。那本食物秘典你研究的怎么样了？尤其是武镇山所使用的拳法，食物秘典里有记载吗？关于眉山武术这一块，我已经找了几个高手在研究了。您知道我在武术这方面，食谱呢？我不太敢确认。我试了一下，食谱里的内容肯定是比现有我们和武奇峰掌握的要高出不少。但是通过武镇山的比赛所改变的历史，我不敢确定这个食谱是否靠谱。不要跟我说过程，后天就是新化食神大赛了，我可不希望看到你父亲那种失误。在你身上，我花的心血比你父亲高多了，不要让我们失望。这一点您放心，你让我父亲去搞15秘典，最终他也没搞定，我只用了3个月就搞到手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敢说在新化美食大赛上比武奇峰的水平高多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再加上我在日本国学的都是日料技术，武奇峰很难超过。希望所有事情随你所说。奇峰，我找到了。那么大声干什么呀？什么找到了？蒙尔查传人。那么容易啊？他现在很出名的，只是我们没有关注罢了。怎么回事？我以为会很难找，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网上搜了一下。你猜怎么着？乐儿，你知道我现在心情不好，所以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这个蒙尔茶呢，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进藏的贡品，而且每年都是皇宫贡品，每年要上贡18斤。现在这个传人叫做李红玉，是蒙尔茶的第14代传人，他的初恋也是他的爱人，在他18岁的时候遇见了李红玉，所以现在这个蒙尔茶叫做紫雀18红。废话真多，能找到他吗？他的茶厂就在曲江园，我手上有地址，我们现在就走吧。走。走，我这里没有什么茶叶配方。李老师，你帮帮我们吧，这不光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把新化的美食留在新化的土地上啊！我真的没有配方，走吧。怎么办呀？你问我，我问谁啊？金贵的许叫他是为情难，这花园子的花难着你。你紧张吗？这不是废话吗？这次比赛要是输了，我就成卖国贼了。也是，实话实说而已。信不信我打你？那你未必打得过我。行了，你们就别闹了。哦，你别有心理压力，只要你正常的发挥，这次绝对没问题。我相信你。阿峰，我也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这是美食大赛，别把自己搞得跟运动员似的，花里胡哨的一点用没有。明显你就是不懂，这叫提高身体的兴奋度。其实做菜啊，需要的是脑子清醒，同时也需要身体的协调性，这才是做美食的最高境界。认真准备吧，不要跟他们斗嘴。真正的美食是由内到外，你的心太乱了，不可能完成好的美食。新化美食大赛开始了，
新化美食代表吴奇峰，日式代理周天豪，双方代表介绍一下你们今天准备的第一道菜。我的第一道菜是我们新化的传统美食三合汤。我今天的第一道菜是日料中的传统菜，是日式豚汁高汤。我怎么觉得周天豪选手的这道日式豚汁高汤和我们新化的三合汤味道一样？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道汤需要这么多时间来分辨吗？请藤原先生稍等，不如我们还是先试一下武奇峰先生的这道三合汤再说。好。好吃。第一轮汤类胜出者吴奇峰。黑木，你们的三合汤不可能胜过我们的豚汁高汤。藤原先生，你也是个美食高手，如果你不相信，你也可以来尝一尝。您这招不管用，你们只不过是略微更改了点三合汤的配方，然后将它装在了日式料理的糖罐里，就想以此胜出。三合汤的真谛是什么？不是这些佐料，不是味精鸡精，而是新化人民根植在骨子里对美食的热爱。一道汤而已，胜了又怎么样？还有第二轮。我的第二道菜是雪花丸子。我的第二轮美食雪花丸子寿司。其实藤原健的想法就是混淆视听，这就是利用这次比赛，利用我们的东西来打击我们。如果这次赢了，他们就会拿我们的菜谱与申遗啊。可是，静观其变吧。第二轮胜出的是雪花丸子。你们这一轮我都可以来替武奇峰解释，为什么你们输了？你以为做菜仅仅是调料工序？不，还有工具。新化的美食有新化美食的特点，失去了紫雀界的东主，雪花丸子还有灵魂吗？这第三道菜果冻鱼好了吗？藤原先生，这道菜您放心，我用现代技术改良了，出品的产品在视觉上无可比拟。由于第三道菜准备工序较久，所以两位选手已经将第三道菜全部做好。武奇峰是紫雀水车冻鱼，周天豪是灵魂果冻鱼。但日本帝国的美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这道果冻鱼选用的富有鱼油的深海鱼，多道工序处理，不但在视觉上美观，而且入口有冰凉的感觉，尤其在夏天有无法比拟的口感。对不起，藤原先生，你们输了。大言不惭！你们这道菜不过是学了水车冻鱼的形，但是没有学到它的灵魂。我曾经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紫雀界的冻鱼比我们做的好吃那么多？但是最终，我从梅山武术的精华中学到了一点：大凡至简，极静至真。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水车冻鱼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只用紫雀界的鱼、紫雀界的低温水、紫雀界的鱼香液，然后再撒点盐，放在室外，就可以形成这种状态。而且放在常温下，它也根本就不会化。你们做的那种，能比吗？这一局不用比了，我们输了。我知道今天我们的比赛输了，不过我想知道下一道菜是什么，可以吗？可以。我的下一道菜，曲江源红茶辣鸭。我可以尝一尝吗？当然可以。
美食就是给天下人品尝的，你为什么不可以？怎么可能？辣鸭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味道？无丧，你能告诉我做法吗？怎么，又想偷学我们的配方，然后拿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当你们的民族传承？做梦！乐儿，那天你们去瞿江园，不是被李红玉拒绝了吗？没错，我们那天确实是没有见到李红玉老师，但是阿峰不愿意放弃，又多去了几次，最终他终于见到了李红玉老师。瞿江园红茶辣鸭一定要用我们新化红茶，尤其是我们蒙尔18红。杀好鸭子，用红茶加上佐料，先腌上1夜，后一定要用茶树枝来风干辣鸭，这样鸭子身上就有一种特殊的红茶香。我承认这场比赛我输了。呀！但是你永远救不回你父亲。你知道些什么？快告诉我！明天就是4月15号，可是我现在对1995年4月15号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现在又联系不上我爸了，我该怎么办？阿峰，我们已经改变很多了，这一次我们也能够改变，让伯父逢凶化吉。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历史怎么可能改变？我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来干什么？这不欢迎你。我知道我解释了无数次，你们都不相信我，这次相信我行吗？出去！别，我相信他。你其实，不管是在雪水这冻鱼，还是红茶辣鸭的时候，王猛都跟在我们的身后。如果他把这些都告诉藤原健，我们今天的比试根本就不可能赢。谢谢，有你的这句，我所做的就足够了。其实你父亲的死都是藤原健一手策划的。按照藤原健的计划，要先搞到15密典，但是许晨蝶的计划全都失败了。于是藤原健决定除掉你的父亲。如果武馆的人都在，那么他们的计划不一定成功。他们打听到梅家和你们家的关系，于是用许晨蝶拐走梅乐儿，然后我带着师傅到大熊山悬崖。后面所有的事情其实你们都知道的，只是唯一有一件事情就是，快点给我说明白！我和师傅一起掉下去的时候，师傅用手托住了我，他把他自己的身子压在了我的身下，所以师傅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其实我活着还不如死了，我这几十年的愧疚，其实，不管我们知道的事实，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依然阻止不了历史的发生，也改变不了历史。当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去过梅山龙宫，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因为那天在梅山龙宫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们不要看着我呀，我的记忆本来就不全。那天齐风刺激我的时候，我也只回忆起了大熊山的一部分。难道这座龙宫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王猛，说实话，王猛，我还是不太相信你。你们看我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呀。而且这份短信是不是我爸发的，我也不清楚。那我们怎么办呀？去梅山龙宫，反正也没有其他的线索。王猛，你怎么知道是在这里？我怎么知道？因为这里在搞开发，但还没有什么动静而已。只是我发现许晨蝶有点问题，所以跟踪过他。我只有听说过那个日本人，他也想染指这里。好漂亮呀！你没来过梅山龙宫啊？我天天忙着研究茶阶，忙着研究师傅留下那些资料，哪有时间出来玩啊？万一哪天师傅回来，
茶姑怎么了？茶姑从小就被老茶姑收养的，10多年前老茶姑突然失踪，没消息了，大家怀疑老茶姑是……果然是你们，王莽，你如果你都猜不出是我们，那你五镇山也是白混了。如果你把15秘典交出来，我就把小丫头还给你，不然你们敢！我知道你的功夫厉害，但我们为什么还这么敢？你不知道吗？你们想怎么样？你按一下你的心经。明知道周祖生不是你的对手，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干？就是要在比赛的时候趁机向你下毒。现在你根本不可能是周祖生的对手。你们，你带我们来这干什么？当天我们在这里会合，他们在这里吵了几句，师傅和周祖生在这里拼死一战。师傅的实力远超他们想象，他们之前做了万全之策，也不是师傅的对手。后来他们想到了大雪山悬崖，在那里我回去。我们也回去。我也要去。我们一起回去。不行，穿越回去到底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而且按照穿越定律来说，穿越回去的人不能遇到自己，一旦遇到，很有可能直接消亡。你怎么会知道？哎呀，看了那么多穿越小说，谁不知道啊？你还信那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陪你去。茶姑，你留在这儿，帮我照顾好他。来。你现在知道了。我忘记了还有我的存在。消失。要不要搞得这么夸张啊？人总要有点仪式感吧。我只能让你表面上看着没问题，我事后可以救你，但你要做我的徒弟。没事了。你上。我打不过他。你不上谁上？乐儿小姐，你误会我了，我其实只是过来打手机，我怕。可是，如果你穿过去遇到过去的自己，你就会消失。其实我是个该死的人，如果能有机会为了过去的自己去挽回一切，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毕竟当年所有的问题都是我造成的。对了，乐儿小姐，请帮我照顾好我的妹妹王雪琴。虽然她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但是她毕竟是我的妹妹，我跟她从小父母双亡，我也一直很想照顾，虽让她走了很多的弯路。谢谢你。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是来解决问题。你这老色鬼，你看什么看？我是你七哥呀！胡言乱语，七哥都可以做我老爸了。我是你30年后的七哥，哎，你仔细看看，你看，真是七哥啊！我真是七哥，我知道年轻时候的我是个大混蛋，这次我回来，我就是替他请求原谅的。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原谅我，我一定好好对待你，好好过一辈子，好吗？哎，死老头，死老头，你到底是来帮我还是来泡妹子的呀？我就是来找茶姑的。哎，你不是很能打吗？你能打得过炸弹？王蒙，你放心，你要真有事，
我会照顾好你妹妹的，把你们父子俩都除掉。果然是意外之喜，这样就没人能掌握梅山武术梅氏的秘密。我所掌握的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还真改变不了历史吗？王猛，不错，我们先走。你是谁？那个被你骗得死去活来的王猛。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必须去解决一切。你们怎么都能穿过来？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你现在应该关心你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该还了。齐风，请看在我做的一切，照顾好我的妹妹王雪琴。现在就只剩你和周子胜2个人，我看你们拿什么和我斗？你们武家就是我的心头针，我要把你们都干掉，怎么会只有一个死期？小爹爹，我送给你的项链戴了吧？那你的作用就来了，你的项链是日本帝国的新型炸弹。周宗生，过来，抓住他！你儿子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如果你想让你儿子活得好好的，你知道该怎么办？是你，你是那个奇怪的女人。你在和谁说话？没什么，你来干什么？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戒灵还需系灵人，一切因你而起。乐儿，你没事吧？我要回去。你疯了！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齐风的父亲才会死，齐风现在的生活才会变成了一团糟。如果我回去，这一切源头都消失，那后面就没有这些事情。你要想清楚。茶姑，好好对待年轻的我怎么会有机会的？七哥，七！齐风，齐风，该死的人是我，你不该，你不该！爸，我过来就是为了救你的，就算我死了，家里还有小风呢。不要！乐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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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必须来，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回去。我舍不得你。乐儿，乐儿！这是哪儿啊？发生什么事了？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啊？下午要拍梅山武术宣传片。什么宣传片啊？你是？爸！爸！这孩子一大早哭什么呢？爸，你没死，太好了！什么我没死太好了？你咒我死吗？不是。对了，爸，你看到梅乐儿了吗？乐儿？什么梅乐儿？梅乐儿，就是你战友的女儿啊！没发烧吧你？什么梅乐儿啊？我都不认识啊！乐儿，你真的消失了吗？赶快收拾一下，下午还得到大雄山去拍宣传片。要是这次武术比赛没有打好，看我怎么收拾你！你别以为你是食神，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有儿女，要是不把梅山武术发扬光大，对不起这个称号。
猛，你秦风，怎么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能原谅猛子。当年虽然受了那个日本人的蛊惑，要去绑架邻居家的小女儿，可是，在最后一刻，不是承认错误了吗？邻居家的女儿承认错误？每次跟你说这些，你都不肯听。我的行为让整个时间线全都变得不一样了。但是王猛怎么会回来了？而且这个时间线里居然没有梅乐儿。发什么呆？今晚街坊们还等着你做饭吃晚饭呢。我怎么了？当上食神了不得了，不能做饭给街坊吃了？好好好。叫着溜溜儿，我都玩溜溜燕七爷，你没事啊？你猜我是哪个七爷？我哪知道你是哪个七爷？七爷只有一个，但是这个是爱茶菇的七爷。老不死。李老师呢？生病了，今天交由我给街坊送点茶叶。对了，齐风，你的曲江原红茶辣鸭做的是越来越棒了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你有需要原材料的话，欢迎随时到我这边呢。好嘞，那帮我谢谢李老师啊。好的，好的。乐儿，太好了，你没死啊！武奇峰先生，您认错人了吧？我是寻味湖南的记者，请问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武奇峰。刘雨潇。今天啊，我把这个味道江湖龙头勺传给你，你从今天起就是我们新化的食神。